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到今天这期咖啡屋分享的内容是：等我老了也要这么打扮，发不烫卷，不穿大妈衫，显年轻还日常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生活中不少姐妹步入50-60岁的门槛，就不怎么打扮自己了，随便穿上一件宽松的衣服，随手拢一下头发，便匆匆出门，明明还年轻着，却把自己穿成了老太太模样。人到中年放弃打扮，往往源于对年龄的刻板认知。那些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的女人，通常掌握了2个关键：第一，发型要清爽利落；第二，衣服要简约大方。只要做到这2点，不用刻意装嫩也能自然减龄。1. 发型篇，告别传统老年发型3件套。第一，不烫小卷发，齐耳短发，贴头皮烫发。原因1，僵硬弧度会暴露面部松弛问题。中年女性选择发型时，常常陷入一个误区，以为细密的小卷能增加发量，却忽略了整体效果。这种过于紧凑的卷度会在头部形成生硬的轮廓线，非但不能修饰脸型，反而会加强面部肌肉的下垂感。特别是当卷发紧贴头皮时，会完全暴露头型的扁平缺陷，使整个发型失去应有的立体感。仔细观察那些看起来年轻的中年女性，她们的发型往往自然蓬松，有种空气感。推荐发型：一是高层次短发，增加头顶蓬松度。对于追求干练姐妹，高层次短发是个理想选择。这种发型的关键在于发型师对层次的精准把控。头顶区域采用渐层修剪技术，通过不同长度的发丝交错叠加，自然形成支撑力。后脑勺的层次要处理得圆润饱满，避免出现生硬的棱角。发尾建议做大弧度的 C 字弯或 S 弯处理，呈现出自然的流动感。日常打理时，只需用吹风机配合圆梳将发根吹立，再用手蘸取少量发蜡，随意抓出纹理即可。染发方面，建议选择与自然发色相近的深棕系，既能遮盖白发，又不会与面部肤色形成强烈反差。这种发型最大的优势是适应性强，无论是搭配职业装还是休闲装扮都能相得益彰。早晨整理也只需3-5分钟，特别适合生活节奏快的现代女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定期每6到8周修剪一次，保持层次结构的清晰利落，是维持发型效果的关键。2是锁骨发，修饰脸型的最佳长度。锁骨发的精妙之处在于恰到好处的长度，垂落至锁骨位置的发梢，能自然形成视觉上的过渡带，柔和了面部棱角。对于下颌线条明显的脸型，这个长度的头发在摆动时会形成柔和的阴影，弱化骨骼的硬朗感。发尾建议做成4卷飞卷的纹理烫，用32毫米以上的卷发棒打造似有若无的波浪，避免整齐的卷度带来的刻意感。日常护理时，只需在吹至80%干时涂抹少量护发精油，用手指绕开发束，就能维持自然的蓬松度。这个发型的优势在于既有足够的长度保留女性特质，又不会因过长而显得拖沓，特别适合想要保持优雅又追求简便的中年女性。染色方面，建议在原生发色基础上做局部调染，增加发丝的立体感，但需避免与肤色反差过大的浅色系。每月1次的修剪能保持发尾的轻盈感，避免分叉带来的厚重印象。第2，不轻易染黑发。原因1，纯黑色会放大面部皱纹和暗沉。中年女性在染发时，需要注意发色与肤色的协调性。纯黑色染发剂往往过于生硬，
与自然老化的肌肤形成强烈对比，反而会加重面部的疲惫感。而且，新生白色发根与染后发梢会形成的明显色差，不仅暴露了染发痕迹，还会让头顶显得突兀。更合适的选择是深棕色系，比自然发色浅2到3度即可，既能覆盖白发又不会过于刻意。灰褐调或暖茶色都能与各种肤色自然融合，营造出柔和的光泽感。局部挑染也是不错的选择，在脸部周围的发束中加入几缕浅色线条，能增加整体发型的立体感。眉毛的颜色需要与发色保持协调，避免出现明显色差。其实适度保留一些白发反而能增添优雅气质，关键是通过渐变染色技术让过渡自然。专业的发型师会根据个人肤色和发质，调配出最适合的色调，让染后的发色看起来像是阳光自然照射形成的光影变化，而非人工修饰的结果。那么实际中，如何判断自己该不该染发呢？其实发色要根据白发量来定，如果白发较多，此时保留自然银灰色更显气质。白发生得已经比较多的时候，其实不染是最好的，因为这种灰白色看上去本身就很时髦，而且浅色更衬肤色。同样年龄，染黑和花白比起来，反而因为显脸黑气色不好而拉低气质。如果你在两鬓初白的阶段，建议选择深棕渐变过渡色。深棕色或茶色比纯黑色更接近大多数人的自然发色，染后效果不会显得突兀。这些偏暖的色调能与新生白发自然融合，过渡区域不会形成明显的分界线。染色时重点处理前额和太阳穴周围显眼的发丝，后脑勺可以适当保留自然状态，这样既能保持整体协调性，又减少了频繁补染的麻烦。专业发型师通常会采用渐变染色技术，在发际线附近做重点处理，让颜色变化呈现出柔和的过渡效果。染后的发色应该比原来的自然发色略浅1到2个色度，这样当新发长出时，色差不会过于明显。定期使用护色洗发水可以延缓褪色速度，保持发色的持久度。最重要的是选择与自身肤色相协调的色调，避免造成面部肤色暗沉的效果。适度的染发可以提升整体形象，但不必追求完全遮盖每根白发，自然的渐变反而更能体现成熟韵味。第三，不留齐刘海，不梳大背头。刘海的选择既要考虑美观，也要顾及脸型比例。齐刘海虽然能遮盖前额的细纹，却会让脸显得更短更宽，而彻底梳起的发型虽然看起来整洁，却会暴露头型的不完美。尤其是对于发际线后退或头顶稀疏的姐妹来说，更是如此。刘海就选这2种，一是3/7分层次刘海。3/7分层次刘海的优势在于修饰与自然感，将头发以3/7比例分开，发量较多的一侧通过层次剪裁形成渐变效果，既能修饰太阳穴区域的凹陷，又能模糊发际线的边界。另一侧保留几缕略长的发丝，长度约至颧骨位置，可以在面部侧面形成柔和的过渡线条。这种刘海的层次处理讲究精细度，每一层的长度差控制在2至3厘米，确保发梢能自然衔接而不显突兀。日常打理时只需用圆梳将发根吹出蓬松度，手指蘸取少量发蜡整理出纹理即可。对于额头较宽或发际线不规整的情况，可以将分界线稍微调整至4/6分，增加遮盖区域的发量。这种刘海尤其适合搭配中长发或锁骨发，在保持整体发型轻盈感的同时，
解决了发际线处的修饰需求。定期每4到6周修剪一次，维持层次结构的清晰度，避免因头发过长导致层次模糊失去修饰效果。2是空气感斜刘海。空气感斜刘海的精髓在于营造似有若无的修饰效果，取额前少量发束，用32毫米以上的卷发棒做出自然的大弧度，让发丝形成松散的 C 型曲线斜向垂落，刘海长度控制在眉骨至眼尾之间，保留发丝间的自然间隙，使额头若隐若现。这种处理方式既弱化了前额纹路，又避免了传统刘海的厚重感。卷度要控制在似卷非卷的程度，发尾用手指轻轻拨开，形成羽毛般的质感。日常打理时只需喷少量纹理喷雾，用指腹将发根搓松即可。分界线建议从瞳孔上方自然延伸，形成30度左右的斜度，这样在转头时刘海会呈现动态的流动感，特别适合搭配中长发或波波头，能为整体造型增添几分轻盈的活力。每月修剪一次，保持长度，避免因刘海过长失去空气感。这种刘海的妙处在于用最少的发量达到了最佳的修饰效果，既保留了额头的通透感，又提升了整体形象的年轻度。2. 穿搭篇，不穿老年服要扬长避短。第一，花哨元素要避开。日常穿搭中，过于繁复的设计元素往往适得其反，大面积碎花图案容易显得杂乱无章，密集的印花在视觉上会产生膨胀感，让人联想到过时的家居布料。闪亮的亮片装饰在自然光下会反射出廉价的光泽，与成熟气质格格不入。夸张的几何图案虽然前卫，却容易破坏身材比例，特别是横向条纹或大块色块的拼接，会在视觉上扭曲身形线条。相比之下，小面积的点缀更为稳妥，衣领处的一道精致绣花，袖口的一粒别致纽扣，或是包带上的一条简约装饰线，这些细节既能提升精致度，又不会喧宾夺主。选择服装时，面料的质感比图案更重要。一件剪裁精良的素色单品，往往比花哨的设计更能经得起时间考验。真正的穿搭智慧在于懂得取舍，用克制的装饰展现不俗的品味。第二，过时设计要淘汰。服装的领口设计往往被忽视，却对整体效果有着关键影响。松紧领口在夏季容易闷热，过紧的螺纹会留下勒痕，而高领设计无形中缩短了颈部线条，显得局促。那些夸张的垫肩轮廓早已不合时宜，只会让造型显得刻意过时。相比之下，V 领的纵向延伸能自然拉长颈部比例，方领则恰到好处地展现锁骨线条。这两种设计都保留了适度的露肤度，自然垂落的肩线比刻意塑造的直角肩更显自然。微微落肩的设计能柔化上半身轮廓，可以把衬衫领解开2颗纽扣形成的 V 曲，或是圆领与项链形成的三角地带，都能拉长颈部线条。真正经得起推敲的领型不在于新奇，而在于能否与自己的身材和谐共处。第三，版型问题要注意。服装的质感往往藏在剪裁的细节里，过于软塌的面料容易在活动处形成褶皱堆积，特别是腋下和后颈部位，会让整个人显得松垮没精神。模糊的腰线设计更是会掩盖身材曲线，形成直筒般的视觉效果。真正显气质的单品在肩线处理上干净利落，袖笼大小恰到好处，腰线的位置通常位于身高的1/3处，最显比例。若是选择宽松版型，就需要依靠面料的骨感来支撑轮廓，
比如有一定厚度的棉麻混纺，或是经过特殊处理的挺阔聚酯纤维。好的剪裁能让衣服如同第二层皮肤般贴合身形，既不会紧绷束缚，也不会松垮无形。这种恰到好处的合身度，往往比追赶潮流更能体现品味。3. 配色篇，要穿年轻色，拒绝老气横秋。第一，选色原则，色彩要亮，饱和度要低，要注意避免两种极端，一是暗沉的深灰、咖啡色系，像给脸色蒙了层阴影；二是饱和度过高的正红、翠绿，会与肤色形成强烈对比，反而凸显皱纹和瑕疵。重要的是，记住亮而不艳的原则，像浅蓝、藕粉这些带灰调的浅色最提气色，既不会像黑白那么沉闷，又不会像荧光色那样刺眼。这类颜色就像给皮肤打了柔光，能中和黄皮肤的暗沉感。第二，配色方案，3个技巧解决 90% 穿搭问题。技巧1，明度对比法，上浅下深显高挑，这是为了通过上下装明度差异打造视觉延伸感。浅色上衣与深色下装的组合能形成自然的视觉引导，将注意力向下延伸。米白、浅灰等柔和的上装色调具有视觉膨胀感，能适当加宽肩部轮廓。藏青、深灰等收敛色下装则能压缩下半身体积，形成纵向拉伸效果。这种搭配方式尤其适合身材娇小的姐妹。通过色彩分割重新定义腰线位置，实际操作时需注意上下装色阶差，控制在3至4个明度等级最为理想，既形成足够对比又不会割裂整体。技巧2，主次分明法，大色块加小点缀。首先选择一种主色调，占据整体造型 70% 面积，作为基础色块，为整体造型奠定基调，然后用 20% 的辅助色来增添层次感，这些可以是你的包包、鞋子等单品。最后用 10% 的点缀色，如一条丝巾或几件精美的首饰，来点亮你的整体造型。当然，这种比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如果你的服装本身较为简单，那么用小部分的亮色搭配大面积的纯色也是完全可行的。我们常说的3色原则，即全身色彩不超过3种，这同样不是铁律。如果你的主色调保持一致，而亮色点缀又恰到好处，那么即便身上出现超过3种颜色，只要它们能够和谐呼应，也不会显得杂乱无章。技巧3，渐变过渡法，同色系搭配，选择同一色相不同明度的颜色阶梯式过渡，可以降低整体繁杂度，又能显得很饱满。比如雾霾蓝衬衫加天蓝针织加藏蓝半裙，形成自然的色彩渐变。可以尝试相邻色系过渡，如鹅黄、芥末黄、卡其色，关键过渡要柔和自然。搭配时建议把最浅的颜色放在面部附近，能起到提亮肤色的作用。这种搭法特别适合职场通勤，优雅又不单调。4. 穿搭进阶，细节改变整体丰富度。1. 成套穿衣原则。通常来说，要想让穿搭显得和谐而有质感，选择同色系的套装总是一个不出错的方案。比如米色的西装搭配上同样色调的阔腿裤，这样的组合在视觉上能够拉长身形比例，同时色彩和材质的统一性赋予了整体一种高度协调的美感。然而，风格的统一并不意味着单调乏味，相反，是在一个主导风格的基础上进行巧妙的变化和创新。以通勤风格为例，你可以选择一些带有直线剪裁的单品进行混搭，
同时融入一些柔和的女性化元素。这样一来，即便是职场装扮，也不会显得过于刻板，反而增添了几分生动和趣味。2. 旧衣改造术。旧衣改造的关键在于对细节的巧妙调整。一条宽度适中的腰带就能重新定义腰线位置，将宽松的直筒连衣裙转化为修身款式。对于基础款衬衫，将后摆向内折叠后用隐形夹固定，两侧衣角微微提起，就能形成自然的收腰效果。针织开衫可以通过错位系扣的方式改变廓形，将第3颗纽扣系在第2颗扣眼上，下摆自然形成斜线分割。过长的半裙只需将腰头向内翻折1至2圈，既能调节长度，又能增加裙摆的蓬松度。这些改造都不需要专业技巧，却能有效提升单品的利用率。重点在于保持改造后的线条干净利落，避免产生过多褶皱。每次穿着后记得及时拆除临时固定的夹子或别针，保持衣物原有的版型。3. 适度露肤法则。服装的剪裁与露肤度的把握，直接影响着整体形象的修饰效果。V 领和大 U 领的设计通过纵向延伸的线条，能够有效分割上半身的体积感，使肩背显得更为纤薄。领口的深度以刚好展现锁骨线条为宜，既保持了适度的透气感，又不会因过低而显得轻浮。下装的长度需要根据款式精心考量，裤装与脚踝保持约10公分的距离，中长裙则以恰好遮盖小腿最宽处为佳，能够塑造流畅的腿部线条。全身的露肤面积需要合理分配，控制在 30% 以内，能展现适度性感，又不会破坏整体端庄感。4. 上半身增加配饰，提高时尚度。一是用帽子拉高重心，帽冠较高的贝雷帽或宽檐帽能有效提升视觉重心，帽檐宽度建议与肩宽保持1:3的黄金比例，佩戴时稍稍后倾，露出部分额头更显精神。夏季可选草编材质，冬季则推荐羊毛衲料，既修饰脸型又显气质。2是丝巾宜小不宜大。中年人最土的打扮里有一项是披丝巾，但是如果选择45厘米见方的小丝巾，效果就会不一样。推荐3种系法。领结式适合搭配衬衫，系在第2颗纽扣处；发带式松松的系在发髻下方；包扣式系在手提包带上，增添趣味性。3是腰带不超过3C 厘米。宽腰风曾风靡一时，虽然时髦，却也容易让人显得有些笨拙，特别是对于那些身材娇小的姐妹来说，会无意中压缩身高比例，而且这种潮流也容易过时。相比之下，大约3厘米宽的腰带则更为百搭实用，可以恰到好处地勾勒出腰线，却不会过分抢眼。在选择腰带时，建议挑选哑光皮质或精致编织的材质，既显得有质感又不过分张扬。至于颜色，黑色、棕色以及裸色系总是最保险的选择，能够轻松融入各种搭配之中，不易出错。4是首饰要配套。首饰搭配讲究整体协调性，建议选择同色系金属材质，比如金色项链配金手镯，款式上保持统一风格，精致简约款最显高级，数量控制在2-3件为宜，比如耳环加项链或手表加戒指。特别注意，避免同时佩戴过多不同材质的饰品，金属、珍珠、宝石混搭容易显得杂乱。日常穿搭中，选择1-2个重点部位点缀即可，保持整体造型的干净利落。5. 经典叠穿技巧。衬衫搭配针织背心时，
衬衫领要高出背心2厘米。T 恤搭配西装外套时，外套建议选微廓型西装，内搭白 T 要露出1厘米下摆。连衣裙搭配风衣时，二者长度差很关键，风衣要比连衣裙短5厘米或长15厘米。穿搭实则一门生活的艺术，岁月流转，时尚的风向标不断转动。然而，若能掌握一些穿搭技巧，便能巧妙地避开那些瞬息万变的潮流对日常生活的侵扰。建议你不必过分追求那些一眼便能彰显个性的服饰。记住，最理想的着装是让衣服来衬托你的气质，而非去迁就衣服。探索并确定自己的风格，再巧妙运用一些穿搭的小技巧，便能提升整体的时尚感。如此一来，即便是一件简单的衣物，也能在你的衣橱中经久不衰，历久弥新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